接下來特別關心到，川普已經下令要炸委內瑞拉了。現在說法呢是 CIA 是幕後的黑手嗎？另外一方面，我們今天也會關心到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也同步現在卡位在拉美國家，美國後院全面起火。趕快來看到川普在12月29號最新證實的，他說呢，美軍呢在委內瑞拉的行動中已經摧毀了一座大型的設施，主要是因為這邊有做運毒的動作，在他們把毒品裝載到船上的碼頭區域的時候，發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他說他很清楚是誰做的，但是呢，他不想要多說是誰。好。CNN 怎麼說？他認為這可能是 CIA 對於委內瑞拉一處港口設施發動用無人機所做的一場空襲行動。這個是美國接下來要陸上作戰針對委內瑞拉的一個前兆嗎？這一系列的動作。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美國的這個早就已經重兵部署在委內瑞拉的附近了，包括有這個福特號航母，還有 F-35等等。到底何時可能真的會動手？川普的進攻計劃又是什麼？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在這一方面，因為美國是極限施壓，直線施壓逼馬杜羅下台，這是不流血，你就自己捲鋪蓋，想辦法找個地方就交差了事了。這個如果極限施壓沒有逼馬杜羅下台，那他現在就希望美國是希望經過極限施壓，他內部推翻。那內部推翻呢？那有沒有這個內應夠不夠，力道夠不夠？馬杜羅會不會因為被推翻，或者造成流血事件，就馬杜羅就除掉了？因為馬杜羅是反美政權，美國希望有個親美政權，所以也斷了馬杜羅的這個我們講的金援，這個金錢呢，他這個每一年光賣石油就是80億美元，他靠這個外匯，你知道，我斷掉你石油，統統給你扣住，不讓你不要外銷。然後讓這個馬杜羅面對更大的經濟的壓力，而轉化為政治壓力，是這個樣啊。如果都沒有辦法內部推翻，沒有辦法逼馬杜羅下台，那可能美國會動手。美國对動手的可能不會，我認為不會大動干戈，斬首就可以了。美國有這個能力，外科手術式的斬首行動，那這是下之策，畢竟動武了，畢竟這個流血了，而且只要是動武就會有風險，因為美國只要動武，美國一定會損兵折將。不可能，美國海豹隊一個完事而歸，一個人都沒有損失，不可能的嘛。雙方都會有交戰，一定會有損失，只是人數的多寡而已啊。那川普是不是要面對美國內部的壓力？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对，所以美國現在直接這個三步走，這三步走會走到目前的狀況，我認為還停留在第一步到第二步之間，還沒有到第三步。那現在一直在直線施壓，對他的煉毒廠炸。他感覺為什麼不對軍隊炸呢？就煉毒廠啊，他沒有對炸軍事目標啊。那逼這個極限施壓，看他的內應夠不夠。我認為到現在為止啊，因為馬杜羅掌控了委內瑞拉的政權3年了，對，3年的話，各種的布局、布陣、布勢都差不多了，所以他是牢控住的。所以真正要這個不流血，讓馬杜羅下台，這個難度還是蠻高的。所以都拖了4個多月，還有這個狀況嗎？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啊，所以我認為這個狀況，我認為還有待觀察，因為，美國還有多少的要願意付多大的風險跟多少的代價，這是美國去估量的。美國可不可以達成這個任務，就會達成他的這個目標？我認為目標不是問題，是要付出多大的風險跟代價，這是美國去估量的問題。好，現階段為主，這個美國還是持續的做極限的施壓。那針對於這一場行動，也有在解讀說，到底是 CIA 做的，還是美國的特種部隊所做的？那今天川普這個動作到底有沒有正當性？因為他說是緝毒行動嘛，還是有沒有侵犯主權的問題？像這些問題又怎麼看？如果還從另外一個角度，美國對委內瑞拉要什麼？2個，要石油，製造石油的控制權；第二個，要它的中南美洲的後門當中，它要能夠把握。真正的核心是這些東西啦，就 CIA 緝毒，這些都是門面的部分說法。但如果剛剛將軍所提到的，但已經4個多月了，以美國這麼強大的軍力，航空母艦都到那裡，還不止1艘，那到底他忌諱什麼？為什麼不打？都大家在看的。我自己認為是主要2個。第一個就是前面剛剛講，其實美國在衡量這個代價當中來講，其實還是有所猶豫。對，因為最重要猶豫什麼？如果美國是我把你攻打下來的部分就變成我的領土，那也倒罷了。
美國就是一個討厭治理的人，他只要好處，他只要把我不要人換到我要的人。可是你現在熊熊的把現在委內瑞拉的部分整個領導班子拿掉之後，可能人家一亂了，他其實石油也不見得拿得到。我覺得這第一個就是他那個東西很難搞，第二個部分還是來在於背後中國的力量跟俄羅斯的力量，軍事同盟到什麼樣的地步？而且裡頭的很多石油事實上是中國大陸的國企投資的，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到現在對委內瑞拉並沒有發布撤僑計劃，就比方說這個情勢，中國還是看在眼底。各位一定要注意哦，這個當中有個潛在的這個國際的部分的拔河或國際的這個部分拉扯。我舉個例子，巴拿馬運河，今年年初的時候不是說拿回來要出兵等等，到現在呢？巴拿馬也說我會配合美國，1年了下去了，李嘉誠的黨還沒賣掉啊。然後所有這些東西，因為中國大陸還是緊緊的控制，不輕易的撤退。也就是中國大陸在中南美洲自己長久以來布局，不會因為美國的威嚇就有所影響。而這個當中的人事時地物的變撒在裡頭，究竟有多麼濃密？其實美國當然會知道。我認為就是因為知道，所以才沒有輕易動手。背後還是有中俄跟美國之間的大國在台面下我們見不到的，包括這些利益方面的拉扯的力量。对，確實哦，在這一場的行動當中，美國忌諱的為什麼不打的，還有這個中俄這種軍事同盟的關係，他們跟委內瑞拉還是有一個比較深的關係。我們看到，尤其呢，現在中國大陸它也是長期的買這個委內瑞拉的石油。那現在有一個最新數據，來自於德國之聲的分析，他說目前委內瑞拉僅佔大陸石油4%，但是呢，確實還在持續的數字上升當中。12月每日進口大約是60萬桶委內瑞拉的原油，那你說這數字沒有很高，為什麼大陸為什麼這麼在意這個地方？主要就是因為有3個戰略意義，第一個就是強化大陸的能源自主，也就是不會再被西方持續的制裁卡脖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美國的後院持續的卡位。那同一時間，剛剛提到的另外一個國家俄羅斯，對於委內瑞拉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委內瑞拉最大的武器供應國。學者這樣分析，委內瑞拉危機是自古巴危機以來，美國首次被迫在拉美事務當中直接跟俄羅斯來做協商，所以這一次的軍事行動反而替大陸制造了獨佔委內瑞拉石油的一個機會嗎？委內瑞拉是否成為這個普丁手中的活棋？因為它可以趁此來包括分散美國的戰略重心，來制衡川普。怎麼解讀，乾哥？沒有，我跟你講，螳螂捕蟬嘛，什麼東西在後？很簡單，今天我跟你講，委內瑞拉現在被美國制裁，對不對？但是美國還是認為說，在外交上面是不是要跟俄羅斯談一下？那你就會覺得說，美國第一次要，也不說低頭啦，第一次要說，老哥，我們看一下這個都是你在扶持的，為什麼？2013年老總統查韋斯去世之後，有一個瓜伊多，美國支持的，在國會大選、臨時大選中得勝了，美國要支持他的勝，可是後來馬杜羅強勢介入。馬杜羅老實講，那個時候馬杜羅上來的時候，我跟你講，美國人就很討厭他了，不是川普討厭他而已。所以川普是這個多年的仗做一次報，但是川普想得更遠，你知道為什麼嗎？我剛才講螳螂可能是美國啊，捕蟬啊，捕蟬是委內瑞拉，黃雀後面是一個什麼俄羅斯，再後面一個是中國。為什麼？我們現在已經大家都知道了，講了很多次了。委內瑞拉石油蘊藏量是多少桶？大家知道吧？3000億桶是人類目前可知最大的油田蘊藏區。你把北海布倫特拿來比都可以，你把南極還不知道拿來比都可以。目前已知道的最大石油蘊藏是在南美的委內瑞拉，3000億桶。中國當然要趕快，現在我跟你講，中國現在趕快把什麼那個通信還有那個通訊器材、家電器材都賣給委內瑞拉。所以其實中國在委內瑞拉是很近的，他都沒有講一句話，慢慢在插旗。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的是你今天如果說你委內瑞拉，它現在已經變成美國的眼中釘，對不對？重要的是在委內瑞拉跟圭亞那的這2個國土的交界邊緣發現了新的油藏。我跟你講，這個油藏一定要美國來控制，不可能再讓委內瑞拉你自己控制。所以他現在對於馬杜羅的態度非常強硬。我跟你講，沒得講，你只有下台。你不下台的話，我跟你講，現在不是只有打死毒梟而已，我連油輪都會攔下來。為什麼？油輪攔下來就是你的經濟命脈，因為你的石油公司在我們美國運作已經被我凍結資產了。現在我直接攔油輪，所以這個你說他沒有中情局的
角色在裡面，我是怎麼樣都不相信。快要70年前，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發生的時候，美國那個失敗的行動——豬玀灣入侵事件，誰主導？就中情局主導的啊！中情局訓練古巴人怎麼樣去打你們的卡斯楚，結果一敗塗地。那這一次呢，他沒有，我相信川普沒有再笨到說要用委內瑞拉的自己人去打馬杜羅，因為我想那個真的不切實際。你應該要用外交跟經濟，甚至跟俄羅斯去談，看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馬杜羅擺明就是反美了嘛，但最後不要忘記